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我现在人在新加坡。前2天呢，认真的把在新加坡想吃的10家店全部都吃了，放在另外一集，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接下来呢，我还会在新加坡待3天。每个人听到我想说，你在新加坡待那么久干嘛？但其实我这一次是来找朋友家听演唱会的。那我现在是下午4点嘛，今天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呢是6点半，我要去吃一家米其林1星的创意新加坡菜。在这个尴尬的不知道怎么杀时间的下午呢，我就决定来喝一杯酒。这一家 ，Hello， only one person. Just one person. Yeah. So you sit at the bar. OK。我刚才坐在这边就想说，这一切真的是太巧了。因为其实这一家酒吧呢是我朋友推荐我的，然后我刚好在隔壁的喜园就是吃咖椰吐司嘛。吃完以后本来其实要去博物馆找我朋友，但我朋友说博物馆今天没有什么东西，问我要去哪。我就想到说，这家酒吧好像在附近，一看竟然4点开门，这么奇怪的时间 ，OK 我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发现第2个巧合，就是我之前在台北的清酒展，其实喝过这个主理人调的酒，然后我当时就印象深刻，但我没有记得他是在新加坡哪一家店，我只是记得他是从新加坡来的，结果阴错阳差竟然就来了这里。更核心的故事是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一家 Netmark and Glove， 他们就是把一些新加坡的文化融入到酒里面嘛，所以他们的酒谱呢，其实就根据不同领域的名人，然后去他们的故事去发想了各种不同的酒。故事很多嘛，所以前面就有一页很贴心的 overview，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杯酒。我看一看就觉得，就这一杯很有趣，完全就是我的菜。没想到它的发想竟然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新加坡歌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太恶心，不是恶心，就是太浪漫了吧？好啦，这是我近期可能最浪漫的故事了。跟我想象中的风味完全不一样，但是是好的那一种不一样。有没有想到香料加 whisky， 觉得它应该会是比较偏浓郁型、比较厚重那种感觉。它的酸做的非常的强烈，所以其实。基酒是 vodka， 然后里面有榴莲、咖啡、柠檬，还有斑斓。这边我觉得把香料用的很聪明。榴莲跟斑斓叶怎么可以这么平衡？世界上最快乐的下午4点，应该就是这样。现在6点21分，我们订的餐厅是6点半。其实我们从酒吧到餐厅啊，本来大概只要走10分钟，但是今天刚好是新加坡国庆的预演，然后这个餐厅又刚好在 Marina Bay 旁边，所以现在整个路上交通就是封起来，只能走一些就是地下路，绕一下路。还有我现在有点紧张，怕迟到。沿路都是这种封锁线，但我们终于快到我们的目的地了。赶路赶得好累，到了，哒哒！How do we reserve your hawker center table? Put your phone on what? No, something very cheap. Young lady? So the word "cho" is local language, local lingo.外面超脆的，然后里面很软，好赞哦！看起来超肥的，开心。面 course 所以是我们的海南式的鸡饭。大家早安，今天是在新加坡第3天，然后要迎来我的
最期待一个行程，就是我要去住圣淘沙上面的嘉佩乐饭店，想到就很开心。但是因为3点才能入住嘛，所以白天我就想说先来把自己吃饱。所以我现在来到是 Baker Bench， 现在是周末的下午快1点哦，还要排队排2桌。Sharing table, is it okay? Or you prefer your own one? If I prefer on one, I have how to much wait longer? a bit, maybe 5 minutes? 5 minutes? 5 minutes is okay. Yeah, thank you. 这个里面的 vibe， 我觉得就是我心中周末早晨的样子哎。整个空间是很清新的颜色，白色、绿色，然后大片的采光进来，非常的明亮舒适。气氛呢也蛮欢腾的，但是又不会到吵，不会到觉得耳膜破掉，想要赶快离开这里。空气中弥漫着面包、咖啡的香气，重点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 chill， 每个人都不急着要干嘛，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软烂那种感觉。这几天下来，我发现新加坡好像很流行康普茶，而且都一定要是自家制的那种康普茶。就你去每一个 bakery， 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桶一桶的康普茶这样。我本来想喝康普茶，但他说今天刚好没有，只好来杯大冰咖。这个是番茄青酱罗勒的千层，教大家一个吃面包不用张手的秘诀，就是让面包超出盘子一点，然后直接这样吃。单吃酥皮的时候啊，其实就可以吃得出来这个面包的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油，但还好我选的是非常清爽的口味，罗勒、burrata 还有炙烤过的番茄。我觉得 burrata 的奶味其实会蛮好的包覆住那个比较厚重的油味。我前面那个人内裤好像破掉了，是一个男生，他只露出裤头，然后就你知道一圈裤头，然后下面是没有布的，还是什么新形态的内裤？我还是低头吃饭好了。这一位是苹果派跟大黄根糖的酥皮。我平常看到大黄根糖应该会吓坏，但我就想到前阵子在台湾遇到一个新加坡朋友，他说他们从小在澳洲就吃大黄根糖，我就突然间有点好奇这到底什么味道。这个酥皮一咬下去，让我想到台中的那种太阳饼。大家吃太阳饼会有这种困扰吗？就是你一咬下去，每一个被你咬断的横切面都会变成一块独立的个体，然后飘出来，大家都很有想法，就是没有在受你控制。这个就是这种感觉，感觉要闭气，不然你会不小心吸到那一个飘出来的小屑屑。它里面这个肉桂苹果，我觉得甜味下的非常的克制，只有一点点的肉桂香带出苹果本身的甜味，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带了一个酸感。大黄根呢，目前我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就是一个根茎类的口感，地瓜泥的口感，碳水脑袋吃到好吃的碳水，就是会开心一整天。拿到房卡了，这一次订的是海景房，这个 room number 也是心机很重。好，ta da！一进来看到的 overview， 我本来预计这里应该会是全部都是海，你知道吗？结果这边竟然是工地，结果比较多的竟然是树然后海在那边，这样有算海景房吗？后面是一个小玄关，然后办公桌，床的部分，嘉佩乐的床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电视？嘉佩乐真的是在很多设计的小细节都做得很漂亮。再来就是一个衣橱小空间。哦哇哦，这也太多饮料了吧！2颗苹果，有了张纸以后看起来都身价不凡。再来是浴室，浴缸，哎，这浴缸旁边就是这个，真的是有点小不满。这个绿真的是好看的要死，永远可以相信卡佩拉的审美。然后备品是 ASO 淋浴的地方，哇，黑色好赞哦！这里就是我最爱的那种昏暗的洗澡的地方。好，没开，在那边暴力。哇！我就去耍废喽。
今天早上刚从圣淘沙出来，然后我觉得住宿体验的话，就是住过一遍即可。它有一些设计，我觉得不是非常的贴心，然后加上隔音竟然还不太好，然后我的海景房竟然只有大概1/3的海，就是我觉得住过即可。对，现在下午2点，其实刚出来跟朋友吃完午餐，可是我们又要再去吃朋友推荐的拉萨。这家开在商场中央拉萨店呢，是我们新加坡朋友刚刚大力推荐的。我们点了一个小碗的拉萨5块5新币，然后一个欧打，就是包在荷叶里面的鱼板类食物。然后这个东西只要1块5，他特别说这个一定要吃，说很好吃。我发现前几天在那个 Coconut Club 其实有吃类似的东西。粽叶好香哦，那有一种粽子感，它是很像关东煮泡太久的那种鱼板，它是没有什么 Q 劲嚼劲的，椰奶、虾酱，然后鱼味，还甜甜的、辣辣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味道。这几天我们陆续就是跟一些新加坡朋友说，我们去吃了 Coconut Club， 就是上一集我觉得很好吃的一家，就是南洋菜系。就新加坡朋友纷纷表示他们觉得那一家不好吃，然后我今天吃了新加坡朋友在地推荐了以后，我有一点能 get 到为什么他们觉得 Coconut Club 不好吃，因为其实 Coconut Club 的口味没有很重，它是一个我觉得观光客可以接受的口味，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当地的风情的话呢，这一家可以存。我要来吃拉萨了，它的拉萨看起来也很不一样。我刚才还跟九佑面相觑，想说筷子在哪里，因为它只上来2只汤匙，就没想到它里面的面其实是已经切成一节一节的，所以用汤匙就可以吃。然后它的汤色其实没有我们平常看到拉萨那么重，它是一个蛮鲜黄的奶黄色。它里面很多海鲜的料哦，超好吃！海鲜料，它有海鲜的鲜味，加上很重的那种拉萨味。但你可以看到那个辣虾酱是在旁边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浓淡。我觉得这个清汤版本的非常的好喝，而且很开胃耶。我们看不是才吃完午餐，现在整个又开胃起来。汤上面浮了一整层这种看起来像蟹膏的东西，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蟹膏，毕竟它一碗才5块5。感觉应该是蛋白去做出来的，有点像仿蟹的那种口感。这碗我很爱，天哪！如果麦克有在看的话，谢谢你。吃完拉萨，我跟 Joel 再一次回到 Birds of Paradise， 因为我们跟那个新加坡朋友说，我们来这边吃了冰淇淋。他说你们有没有吃甜筒？我们说没有。他说你们废了。他说你们有没有吃开心果口味？我们说没有。他说你们真的废了。所以我们现在很乖巧的又来到别的分店，来吃一个开心果口味的有甜筒的冰淇淋。果然又不小心买了2球，下面那一球是 pistachio， 要加1块钱。上面这个是什么 spice pear， 香料梨子。这个甜筒是现做的，所以整个店里其实都弥漫着饼干的味道。然后听朋友说，这个甜筒里面好像还有混合一些香料。甜筒皮好脆哦，可是偏甜，有点吃不出来什么香料味。不就是甜筒？水梨的很好吃，它是有点香料，它一开始吃进去是先香料味道，可是你以为香料要冲进嘴巴的时候，水梨那个清甜就会出现，是很温柔的那一种香料的冰淇淋口味。它有一个木头的味道哎，你闻那个冰淇淋的时候有个木头味，还是其实是这个调羹的味道？应该不是，你闻那个有一点点木头。朋友推荐必吃的开心果，那真的超好吃。我们太好奇这里面一个一个绿绿的香料到底是什么了。刚才查了一下，发现是百里香，但是我觉得口味有点吃不出来。认真吃，仔细感受。眼睛看得到，嘴巴吃不出。晚上就要去看演唱会，明天就要回去了。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新加坡感觉是一个很有机会再来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口大名大的话，再留言给我吧。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